你知道吗？乱经是卵巢功能衰退的一个早期现象，有生育打算的女性朋友们，甚至可能会因此提早决定冻卵。但是经期不规律其实也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卵巢功能衰退也是可以逆转的哦。大家好，我是大车里林佑荣。在上一集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卵巢早衰和卵巢功能衰退的观念，还有什么是最佳的停经年龄。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呢，可以先看一下前面这支影片。那今天呢，我还要来跟大家分享3招帮助你延缓更年期的到来。第一招，卵巢友善食物。第一种呢，就是山药。山药含有这个荷尔蒙的前驱物，前驱物的意思呢，就是原料。所以呢，山药就是有这个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并且能够补肾气、养血。第二种呢，就是黄豆。黄豆富含大豆异黄酮，它是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我建议还没有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应该要每天摄取1份黄豆制品，像是豆浆啊、豆腐啊、豆干啊和味噌汤。但很多患者就会问我，我有子宫内膜异位或是子宫肌瘤，那这样到底能不能吃上面这些食物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待会等到第3招再来回答。第3种是黑豆。黑豆跟黄豆一样富含大豆异黄酮，只是黑豆富含钙质的量比较高，有助于维护骨质密度。第4种是当归，当归可以补血跟活血，对调整经期非常有帮助。但经血量过大或是常常滴滴答答的人就不太适合吃当归了。冬天喝完热热的当归鸡、当归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第5种是姜，女性卵巢最怕因为体质寒冷导致骨盆腔血液循环差。而姜呢，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寒性体质的人可以多吃老姜，燥热体质的人可以多吃嫩姜。第2招，避免过度节食与过度耗能的活动。大家要知道，其实我们的女性荷尔蒙系统对卡路里限制 （caloric restriction） 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这里所指的卡路里限制，是指大幅的减少吃进来卡路里量30到70%。可是呢，女性的身体比男性来说，对于卡路里限制是更敏感的。因此，同样程度的卡路里限制对男性不会造成问题，但是呢，对女性就会造成乱经的影响。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部分叫做下视丘，不要只看它只有1颗豌豆大。它可是主管了这个女性荷尔蒙的整体分泌，所以当你过度的断食或是节食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下视丘的功能，降低你这个排卵的几率，还有导致经期乱七八糟。这是因为当你身体进入卡路里限制的时候呢，第一个会被放弃的系统就是你的生殖系统。那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我都快要吃不饱了，那我怎么会有能量去孕育下一代？我就有曾经遇到过一些女性个案。他们为了减重，执行这个生酮饮食或者是168间歇性断食，的确，他们后来是瘦了下来，但是同时他们经期也不来了。那这个不是说生酮饮食或者是间歇性断食不好，而是这个对于本身就已经有乱经和荷尔蒙失调的女性呢，这个断食适不适合你，你就要需要整体的个别评估，才不会为了减体重乱了荷尔蒙，变成是一种副作用。另外呢，像是从事这个高强度、高耗能运动的女性也要特别注意哦。像是运动选手、舞者也常常因为这个体能活动过大，消耗了大量的卡路里，搞到这个体力透支，变成纸片人，造成经期缩短，甚至是闭经。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卵巢功能下降、更年期提早到来，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节食和从事过度消耗卡路里的体能活动，维持你经期的规律性，会比一昧的强调这个体重数字来得重要哦。经期正常化，荷尔蒙正常化，反而比较容易减重成功。别忘了哦，有足够的黄体素会帮助女性燃烧脂肪、控制血糖、维持甲状腺的功能正常。你这样子一切才会事半功倍。我们除了追求体重跟体脂数之外，一定要正视整体的荷尔蒙平衡。我建议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把经期正常与否当作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绩效指标。第3招，藉由精准检验了解荷尔蒙的现状。很多人会问我说，胎盘素可以吃吗？蜂王乳啊、虾卵啊和蟹黄，像这些含有动物性雌激素的东西可以吃吗？避孕药、荷尔蒙制剂可以吃吗？我如果有子宫肌瘤，那大豆异黄酮和大豆可以吃吗？
那刚刚上面这些呢，就是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那其实最准的就是问你的身体，而不是问医生。而检验就是一种倾听身体的方式，因为借由检验出来的数据，就是身体给你最精准的答案。这样子的话，你和医师都不用猜，医师也不用隔空抓药。我曾经就有遇过一位40多岁的北美企业家，他想要抗衰老，那他长期都有在吃跟打这个胎盘素来保养，但是呢，他的这个乳房呢，就一直不断的冒出这个纤维囊肿，一共长了10多颗，他很苦恼，他很怕他得到乳癌。他在做完荷尔蒙代谢检测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自然性荷尔蒙的代谢物数字已经过高了，而且黄体素太低。这时候他才知道不该再使用胎盘素和大豆异黄酮和这个荷尔蒙制剂了。荷尔蒙检验就像是一个仪表板，让你发现症结点之后呢，你才能针对它异常的项目，精准的决定吃什么药，不吃什么药，要补充什么或避免什么样的食物或草药。这样大家都不用瞎猜，也才不会乱补，盲目的补出问题来。这才是真正有科学根据的自然医学。因为这个时代我们讲究的是精准医学。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每年都要做一次荷尔蒙代谢的相关检验，来精准的了解荷尔蒙的现状。荷尔蒙是我们的青春之泉，荷尔蒙太少，你会老化得快；荷尔蒙太多，又容易致癌。运气好的话，长的是良性肿瘤；运气不好的话，恶性肿瘤就来了。因此呢，荷尔蒙系统一定要平衡，也是我们所谓的中庸之道，过多过少都不好。那唯有检验呢，你才能知道精准的数字，你也才能够去追踪后续的变化。像我最近有几个华人个案，他们原本都快要进入更年期了，但在自然医学治疗之后呢，他们的经期本来是很不规律的，但是现在却可以开始经期准时报到，而且经血量也恢复了正常，也就是说他们的更年期被延缓了。所以女性朋友们呢，真的不要绝望，卵巢功能衰退是可以逆转跟延缓的。月经周期是上帝赋予我们女性宝贵生命力的象征。如何拥有健康的月经周期，是女性朋友们一辈子必学的功课。今天影片希望可以让每位轻熟女们可以更轻松的面对日后更年期的到来。如果你曾经过度减肥，请留言+1；如果你曾经听信什么偏方，结果身体却越吃越差，请留言+2。欢迎和我分享你的经验哦。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都是独特的，所以如果你有个别健康问题，我们每个月都有提供公益咨询的服务，只要在 Facebook 私讯就可以预约了。那连结我们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当中，也请大家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